兰花换盆的时候会出来很多用过的质料，这些换下来的旧质料还能再次使用吗？答案是有很多这种旧质料是可以再次重复利用的，不过最好是处理之后再使用。所以今天视频的内容就是关于旧质料翻新，包括如何翻新，什么样的质料可以被翻新，不能被翻新的质料还有其他的用途吗？以及我对于质料的一些想法。翻新旧质料的目的是为了节约，旧质料需要被翻新之后再用，是因为旧质料存在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可能有虫或者虫卵，可能有有害菌、酸腐、累积的肥害，以及颗粒度变小之后导致透气性变差。不过旧的质料也并非全无益处，旧质料里应该是有共生菌系统，就是也会有好的细菌。旧质料酸腐分解也会释放出一些营养物质，所以我们在翻新旧质料的时候，这两个方面都要考虑到。对于累积的肥害和酸腐分解出来这些有害物质，用水冲洗一下基本可以去除，但同时一些营养物质也会随水而去，那这个也就只能这样了。对于其中的虫和有害菌，可以通过暴晒或者加热的方式去除，但这同时共生菌系统也被破坏了，有益菌也一并去除了。对于这个呢，最好是保留一部分旧的质料，不做这么猛烈的处理。具体的做法可以这样：挑选其中的无机物，留一部分，只是简单的用清水冲一下，放在一边晾干就好了。不要加热，不过要确保这些上面没有虫。像是一些光滑的小石头啊什么的是很好的选择，所以换盆的时候，盆里放的石头还可以有传递有益菌的这种作用。除了挑出来的这些小石头呢，其他的换下来的旧质料可以这样处理：烧壶开水烫一烫，用锅煮一煮。如果只是一些木块、水苔、椰壳之类的，也可以用微波炉。有石头、陶粒、珍珠岩等等的这些最好不要用微波炉，有点危险。加热的方式比较快，凉了之后就可以用。还有一种方式是用太阳暴晒。太阳暴晒分两种，一种是干晒，一种是闷晒。干晒就是在容器里摊开了晒，需要多晒几天，这样才比较安全。如果是闷晒，一天可能就差不多。找一个塑料袋，把所有的质料装进去，把口扎起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因为袋子是封口的，所以袋里面的温度会非常高，用这种方法杀虫会非常快，一天就差不多。当然这要求太阳比较有威力，冬天的阳光或许不太行。湿晒和干晒也可以结合起来用，先湿晒，然后再摊开了干晒。用太阳晒的方法相对花时比较长，不过旧质料如果并不着急马上用的话，这个方法倒也很省事儿。再另外还要看质料的新旧程度，如果质料并不是很旧，而且确定里面没有虫，其实也可以不用这么麻烦的去处理，简单的水洗一下、冲一下，或者简单晒一下马上用也是可以的。以质料的种类来说，如果质料是像陶粒、珍珠岩、石头这样的无机物，可以一直反复使用，一般无需处理，简单清水冲一下也就可以。除非是那个根腐烂的特别严重，或者有什么黑腐病啊之类的，怕传染，那最好还是处理一下，太阳暴晒一下或者热水烫一下都行。水苔用久了之后，还不仅仅是酸腐或者虫的问题，用久了之后的水苔不太透气，旧的水苔可能会断成很小的段儿，就不太蓬松了，比较瓷实。所以用的太久，过于细碎的水苔还是建议不要再用了，不用再翻新了。不过被淘汰下来的旧水苔也不用扔掉，可以放在
普通的花的花盆之上。对普通的花来说是非常好的保水材料，也是浇水的时候防止飞溅的非常好的材料。分解之后还可以释出养分。树皮、椰壳之类的块状有机物可以被翻新利用，前提是它们还是块状，没有特别的细碎。如果已经分解到特别细碎，那就不要了。淘汰下来的树皮、椰壳之类的，既可以做花盆的铺面，普通花的花盆，也可以拌在盆土里使用。拌在普通花盆的花盆土里，可以增加盆土的透气性，以及增加了一些营养。因为是有机质嘛，分解之后都会释放出一些养分的。一般来说，兰花如果使用的是水苔质料，1到2年更换一次；如果是树皮、椰壳之类的，2到3年更换一次。这是从质料的老旧程度上来说的。如果中间出现了问题，当然几乎可以随时换。比如发现盆里有虫，换新质料的方式是去除比较彻底的一个方法。但是从兰花的角度来说呢，过于频繁的打扰它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如果您特别喜欢换盆，那1年1换还是可以的，最好不要再比这个时间更短了。我们买回来的新质料也是经过处理的，这些处理当中包括一道工序，就是腐熟。说白了就是让树皮之类的先发酵一下，然后再用。而我们更换旧的质料，其中有一个原因是说久用之后会酸腐。酸腐也就是质料在花盆里头分解，可能释放出大量的酸性物质。没有种上兰花，我们说它腐熟；种上兰花以后，我们说它酸腐。我的理解，不论是腐熟还是酸腐，就这个木块来说，都是被细菌分解，也都是一种类似于发酵的过程吧。那为什么没有使用之前的腐熟就是一件好事儿？说腐熟以后再用更安全，使用之后的继续的这种分解就变成了一件坏事了呢？就说酸腐了呢？我以我有限的知识来理解一下这个事儿。我觉得腐熟可能主要就是想把树皮里面比较容易腐烂的那些先让它们腐烂掉。我猜组成树皮的成分可能不是很单一，有一些呢就比较容易腐烂。这些容易腐烂的物质大量的集中在一起分解发酵的时候，不仅放出酸的东西，可能还放热，这就是所谓的烧根。所以树皮经过先期的发酵之后，也就是所谓的腐熟，容易分解的就已经被分解掉了，剩下的不太容易分解。不太容易分解并不代表不分解，所以我们放到花盆里之后，这个分解其实还在继续，只是非常的缓慢，释放的酸性物质和热量都不多，也就不会烧根了。虽然不多，也还是有的，如果累积在一起时间久了，那也会变多吧。所以经常冲洗盆还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因为这个树皮、椰块之类的，只要处理病虫害，旧的质料我是觉得可以用的。旧的质料比新的质料不是更加的腐熟了吗？不过我也有一个担心，就是这个质料腐熟到一定程度会不会加快腐熟？比方说大的树皮木块腐熟到几乎都没有硬度了，一碰就能碎的程度，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用了。这种程度的碎木块会不会分解速度加快？这一点我其实不太清楚。但即便不考虑分解速度，如果已经非常细碎，那它的透气性、透光性都变差了。从这2方面考虑，也最好就不用了。当然，木块、椰块要烂到这个程度，可能要好多年吧。所以总的来说，旧的质料在一定程度之下可以翻新再用，
但是翻新旧质料不是必须的。如果您想这么做，就这么做；如果您想每次都换用新的质料，也没有问题。